科技日新月异 ，AI 已经悄悄地融入我们的生活中。你能想象一只手机可以如何改变你的工作、娱乐甚至沟通方式吗？这是三星在2025年的第一场 Galaxy Unpacked 活动上面推出了旗舰机种 Galaxy S25系列。虽然说是手机的发表，但实际上更像是Galaxy AI 全面进化的展示。这次所推出的机种包含 Galaxy S25 Ultra、S25 Plus 还有 S25。这次评测将会分为2集第一集将会针对最多推进的那个 Galaxy AI 开始进行实测，那我们就开始吧。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三星在2025年的首場 Unpacked 活动中，花了很多时间介绍全新的 Galaxy AI 功能。这次的更新包含与 Google 深度合作的台湾中文版 Gemini Live， 让语音助理摇身一变变成 AI 秘书。此外，还有全新的文字转涂鸦、音讯橡皮擦、Now Bar、Now Brief 等等的功能同时也强化了原有的 AI 功能。在使用界面上也有显著的提升，让 Galaxy AI 更深入每个应用场景。话不多说，那就开始这次的 Galaxy AI 实测。三星这次在 Galaxy S25 系列手机上搭载了 Google 全新推出的 Gemini Live 繁体中文版，不只是单纯的回答问题，还加入了 AI Agent 的概念让 AI 更像一个真正的助手，能够帮你跨 App 执行多重任务。可以跨哪些 App 呢？除了 Google 内建 App 都可以应用以外，三星的讯息、行事历、闹钟等等的功能也可以支援，而第三方的应用目前支援 Spotify 还有 WhatsApp。那使用方式呢，非常的简单，你只要长按电源键或者说 OK Google 就能启动。使用时可以结合多个 App 功能一起使用，所以在交代任务的时候，不用像以前一样一次只能下一个指令，这次可以结合更多指令一起使用。例如说，在地图上找餐厅，找到之后再把资讯传给指定的人。不过其实虽然这样说我们不用想太多，就把它当成助理交代事情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来直接看一下实际怎么操作。帮我搜寻离我最近的3家韩国烤肉店，并把这3家的资讯传送讯息给妈妈。没问题，传讯息给妈妈，内容是：以下为离您最近的3家韩国烤肉店。喜乐韩式料理位于。看完实际操作后，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方便原本这些功能只能分别一个一个交代给语音助理处理，部分的功能还需要手动来操作。但是现在直接一次口头交到 Gemini Live， 它就能帮你完整的处理全新 Galaxy AI 中，智慧选取的功能变得更为好用原本智慧选取的功能就已经很丰富了，包含可以直接翻译圈选的图像，或是复制、编辑，甚至加入涂鸦转图像功能。但新一代的智慧选取加入了 AI 功能，可以预先知道你想要进行的功能是什么。开启的方式有2种，可以拉开侧面栏位，选择 AI 智慧选取，也可以在使用 S Pen 时直接按上笔下的按钮来选取功能。当在网页上圈选图片的时候，就会在圈选上方出现建议的功能，像是设定为桌布或是生成式相片编辑。如果圈选的图片中有文字的话，就会出现翻译功能。你如果圈选的东西是影片的话，还会出现建立 GIF 动画的功能。这样的智慧判断可以让操作更为快速便捷。在浏览工作所需要的资料时候，最重要的是快速找到重点并整理跟汇整以往这些工作其实得花不少时间现在有了 Galaxy AI， 不仅可以帮助改写文章、摘要重点，还能自动整理表格，让繁琐整理的作业变得超级轻松接下来分享使用方式，你只要打开三星的浏览器记得一定要三星浏览器 ，Chrome 是没有支援的那圈选所需要汇整的文字段落，并按下 Galaxy AI 图示，就可以进行各项工作，像是拼写跟文法的修正写作的风格、自动摘要，还有项目符号，还有生成表格
例如啊，改写文章就非常方便，它可以提供各式风格的改写，像是专业口语、社群、正式等等的风格，可以让你分享资料或者在社群贴文的时候都更有效率。当然也能进行摘要，那所摘要的重点其实都非常的清晰，而且非常的好用哦。更重要的新功能就是整理表格。以往整理表格是让我非常头痛的事情，很花时间，又要思考怎么汇整会比较清楚。现在 Galaxy AI 直接帮你做得好，而且做得比我更好啊！例如说，我要整理3款 Galaxy S25的规格资料，只要按下生成表格，它就会按照文章中的资料整理完成了。如果想要栏位互换，也可以直接一键进行。三星浏览器中，除了前面提到的写作助理功能外，还能帮你进行多国语言翻译。更重要的是，让你用听的就可以了解整篇文章的重点。功能就在浏览器下方的 Galaxy AI 图示中，点选后就会出现自动摘要、翻译，还有朗读重点内容。自动摘要跟写作助理的摘要内容差别在，写作助理是圈选段落的摘要，那下方的自动摘要是可以整理整篇文章的，两个是有一些差异的。那翻译功能也会以整篇文章来做进行，而朗读重点的内容比较特别，它会先汇整出整篇文章的重点之后进行朗读，朗读也可以选择多种倍数来进行啊。先让大家听一下朗读的声音。三星 Galaxy S25 Ultra 搭载康宁 Gorilla Armor 2玻璃，耐刮耐摔起抗反光能力提升29%，带来更清晰的萤幕显示效果。以中文朗读来说，应该是由台湾配音员进行录制所制作的，语气部分就是标准的台湾中文。话说，这功能也能对于整理后的重点进行翻译后再进行朗读，所以对于读外电的话会更为容易一些。全新的 Galaxy AI 中新增了2个转图压功能，分别是文字转图像，还有照片转图像哦。加上之前的涂鸦转图像，现在都集中在绘图的智慧助理中啊。当然，原本在 Samsung Notes 中的涂鸦转图像功能也可以继续使用。这次还在传送讯息时可以进行图像生成，可以说是功能更为全面哦。照片转图像功能原本只能针对人像进行转换，现在各种照片都可以进行，只要点选功能中的照片图示，选择照片后就可以直接进行。转出来的图虽然不一定跟照片很类似不过意境都有达到，这个是还蛮有趣的功能。文字转图片功能也非常的好玩，你可以输入任何有创意的文字内容 ，Galaxy AI 都会努力帮你实现哦。像是我输入的是空中飞翔的老鹰，爪子抓着一条红色西装的鱼哦，那这么无厘头的文字AI 都可以画出来哦。AI 橡皮擦是目前所有智慧型手机的基础 AI 功能，也是最实用的功能之一。在 Galaxy S24的 AI 橡皮擦功能中有3个小缺点哦。第一个是执行速度比较慢，第二个是当去除物体时，经常会出现另外一个非背景跟背景不相关的物体哦。那第3个就是无法一键清除路人。不过新一代的 Galaxy AI 解决这3个问题，去除后的生成画面更为自然。那一般的去除物体只要在相簿中选择照片，并按下 Galaxy AI 图示之后，大致圈选所要移除的物体或是人物，就可以开始进行描边，接着按下橡皮擦，按下生成，就会开始进行清除。以范例照片来看，要去除人物，必须要生成后面的树枝、树干，还有地上的枯叶，难度其实相当高哦。但去除后的效果非常的优异，几乎看不出破绽，真的非常的强哦。而一键去除路人更为容易，点选照片后，按下 Galaxy AI 后，当侦测到有路人，右上方就有一个自动清除圈选的选项，按下之后，它就会选择路人，最后按下橡皮擦并按下生成就可以。用这一张环球影城前的地球照片为例清除路人后的照片必须要生成地球上的澳洲地图还有其他背景，难度也是非常非常的高。但清除后的效果同样非常优异，无论是澳洲的那个地图或是球体上的孔洞，都非常自然，几乎看不出破绽，真的非常的强大。Galaxy AI 的音讯橡皮擦功能是这次更新中我最喜欢的功能，它可以分析所拍下影片中所有的声音，并分别进行调整音量。简单来说，就是把声音分门别类之后进行调整，甚至把它弄成静音哦。
那方式呢，只要在项目中选取影片，点选 Galaxy AI 图示，就会自动进入音讯橡皮擦功能。以在 Pub 录影为例啊，它把声音分成语音、音乐跟杂音。语音就是人唱歌的声音啦。那这3类声音可以分别调整音量，也可以直接静音。那调整后储存副本就可以输出。这对于影片后制来讲啊，是非常实用的功能。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实测结果。以刚刚的实测来看，其实声音分轨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要离完美还有一小段距离。当去除音乐跟杂音后，唱歌的咬字其实会有一些影响，但去除人声跟杂音之后，留下音乐的效果，就还蛮不错的哦。这个如果可以结合 YouTube 跟其他音乐软体使用，说不定还可以开发出伴唱功能。在上一代的 Galaxy AI 中，智慧通话助理有着文字通话还有即时翻译的功能。2个功能无论是在国外订餐厅或是订饭店的时候，又或是遇到无法口语沟通的时候啊，只能用文字通话的状态的时候，都是非常实用的功能。而这是 Galaxy AI 带来的通话录音功能，这个我想大家应该等很久了吧？而且这个功能真的非常的实用。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把录音转成文字，还有摘要的功能啊。对于需要电话会议或是店家来接受订餐都非常的实用。设定方式啊，可由设定中的 Galaxy AI 选项或是电话中的设定选项中进入，找到录制通话，并点选语音转文字智慧助理啊，就可以启用这个功能。不过这个功能并不是每通电话它都会自动录音，必须要在电话接通之后按下录音按键才能启动。按下录音按键之后，也会通知对方这通电话将被录音的语音讯息哦。在通话结束之后，会自动停止录音。那录音记录可以从通话中的记录点选查询。有录音的通话旁边就会显示麦克风的图示并在下方显示这个对话的主题。那进入主题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完整的对话也可以进行重新聆听啊。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自动帮忙整理摘要，例如说对方的点餐内容就可以帮忙汇整哪些餐点，还有何时取餐的资料。出门旅行或是聚餐的时候，总会用手机拍一大堆照片，但要分享到社群网站的时候，总是找半天，结果还找不到。现在 Galaxy AI 提供的口语搜寻功能，你只要用口说就可以找到照片。只要在项目中按下搜寻的图示，出现搜寻框之后，按下麦克风就可以进行搜寻。例如说要搜寻鸟的照片，就可以利用 AI 辨识照片中所有的图像搜寻结果还算蛮准确的哦，大家不妨可以试试看。Nowbar 跟 Nowbrief 是 Galaxy S25 系列的全新界面可以在这2个功能中及时掌握资讯。类似像动态岛的 Nowbar， 它是非常好用的智慧工具栏，可以在不用解锁下就可以看到即时的动态，像是计时器赛事比分或是股票资讯都可以点选在上面。开启方式只要在设定中的锁定萤幕与 AOD 中去把它打开，找到 Nowbar 之后进入设定就可以了。功能中的倒数计时、地图还有运动健康记录，只要执行功能之后就会在 Nowbar 上面出现。但体育赛事的话，要先进行设定跟追踪。例如说，我想要追踪英超的赛事，你可以在 Nowbar 中设定点选 Google 体育新闻中进入，就可以找到你想要追踪的联盟跟赛事。按下追踪之后，只要该球队或是该联盟有进行比赛，都可以在锁定页面上看到目前的比分。另外也能在通知栏位看到，也可以在点选通知之后放大到桌面上。Nowbrief 功能会汇整你所需要的行程、天气或是健康资讯其实这个功能我觉得有一点点小啰嗦啦，因为它会早上的时候就问你说，你睡得好吗？晚上的时候就说，你是不是该睡了？真的超啰嗦的，不过算是好用的啦。它可以由侧边栏位或是主页面中找到，
点选进入之后，就可以看到天气跟行程资讯，还能点选行程直接进入导航哦。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蛮主动的一个助理功能。整体来说，这一次的 Galaxy AI 进步真的很大，从 AI 橡皮擦的效果提升到涂鸦、文字、照片转图像的创作能力，再到 Gemini Live 的 AI 助理、电话录音转文字与摘要、表格整理，甚至还有音讯橡皮擦功能哦。这每一项功能都让日常的使用更为方便。如果现在要我选一支 AI 最强的智慧型手机，我想 Galaxy S25 系列绝对是我的首选哦。那下一集呢，我们会测试硬体效能跟拍照的实力哦。那请大家记得锁定哦。以上就是全新 Galaxy AI 的介绍跟实测，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play，我们下期见喽，拜拜。